成议案判决之后，赔礼道歉的3个档位，多数人只知道1个。4个数字：10日、10余个、6个、8个月。先说这4个数字分别指什么？10日是判决书给被告定的履行期限，判决生效之日起10天之内。10余个是代理律所方面对外公示的已经完成取证的账号数量。6个是2025年10月那一批被推进起诉流程的账号数。8个月是从维权声明发出到2026年7月3号一审判决下来，中间隔的时间。行，说清楚了。这期我们聊的是诚意名誉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但我先把边界划一下，这个很重要。这期视频我一个字都不会聊传闻真假，涉案的那些言论具体说了什么，我不复述，不转述，不做暗示性概括，法律上那叫2次传播，我没兴趣给任何人当扩音器。被告是谁，什么动机，背后有没有人，我也不推测。判决书判了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判决书没说的，我不替法院说。我今天只想拆2个机制。第一个，中国民事司法里，书面赔礼道歉和公开赔礼道歉到底差在哪儿？法院凭什么标准决定用哪一档？第二个，一边起诉，一边公示取证进度，这套打法为什么比闷着头打官司威慑力强得多？你猜怎么着？我发现绝大多数讨论全卡在第一个问题的门口，而且卡错了地方。先说判决本身。2026年7月3日，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家基层人民法院就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是2026-0105民初112号。判项核心是2条，被告李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删除其微博账户中涉及原告的侵权言论，并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原告是程毅，判决书上写的是他的本名傅诗琪。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的，法律文书只认身份，不认艺名。热搜上是艺人，卷宗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自然人，跟你我一样，走一样的程序。这个案子的起点是2025年10月24号，诚毅工作室发布严正维权声明。等一下，24号还是25号？我看一眼，声明是24号发的，对6个账号批量起诉的那条通报是25号，差1天，我刚才差点说混。你看我这记性，反正就是那2天。好，判决出来之后，网上讨论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判个书面道歉，是不是判轻了？我读到这几条的时候，说实话，第一反应是，怎么说呢？不是这句话有恶意，我相信问这话的人大多数是真着急。但这个问题问的方向一开始就偏了，因为判书面还是判公开这件事，它压根就不是一道态度题，它是一道计算题。咱们中文里赔礼道歉是一个词，4个字，听上去是一件事，但在司法实践里，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条阶梯。我给你拆成3档，这3档是我归纳的说法，法条上没有这么命名，你听个结构就行。第1档，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形式是被告出具一份书面致歉声明，交付给原告，它是私对私的，不必然要求向公众发布。第2档，在原侵权渠道公开发布，比如判令被告在自己发布侵权内容的那个平台账号上公开发致歉声明，并且置顶多少天。这一档的逻辑很直接，你在哪儿说的，你就得在哪儿收回来，让原来看到的那批人也看到。第3档，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这第3档，重点来了，很多人误会它是判的最重的道歉，不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执行手段。也就是说，被告如果拒不履行前面判的道歉义务，法院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来执行，而且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自己负担。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不道歉，法院替你把这件事登出去，账单寄给你。所以你回头再看书面赔礼道歉这5个字，它后面是接着一整条链条的，它不是终点，它是链条的第1环。第1环不履行，第3环自动就在那儿等着。
等等等等，我得停一下，我刚才差点把两件事说混了。2026年1月，有一封道歉信上过热搜，那是被告在收到传票之后自己主动发的，而7月3号判决里判的书面赔礼道歉是判决义务。这两个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一个是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自发行为，一个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定义务。前者法院可以参考，但不构成后者的替代。我把这两件事拆开，你才听得懂后面那段。至于那封信在形式上有哪些争议，署名、落款、发布渠道这些，网上讨论很多，我这里就不展开评价了。不是我怕事，是我认为对具体个人的形式瑕疵做道德点评，没有知识增量。我们聊标准，不聊人。据报道，诚意工作室在收到主动道歉之后，没有接受和解，继续把案子走完了一审。这个选择，我个人是有看法的，一会儿再说。那法院到底凭什么决定用哪一档？答案在民法典第1000条。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关键就4个字：相当。责任方式要跟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以及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这是一条比例原则。他的意思是，法院不能因为原告知名度高就加码，也不能因为被告态度差就加码，他得去测量那件事本身泼出去了多大范围，然后配一个同等尺寸的补救。那影响范围怎么测？实务里大致会看这么几件事。不同法院的权重不见得完全一样，你就当一个参考框架听。一是原创还是转发，自己编的和顺手转的责任层级不一样。二、传播量级，阅读、转发、评论的数据，账号本身的粉丝规模。三、持续时长，发一条删了和挂了半年完全两回事。四、主观过错程度，尤其是经过提醒、通知之后还继续发的，过错认定会显著上台。五、事后有没有补救，删没删，有没有澄清。六、有没有造成可举证的实际损害。注意这个可举证3个字，不是你觉得受损了就算，得拿得出来。这6项加权之后，落在哪一档就判哪一档。所以我这里说一句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话，判决书上写书面2个字，反映的是法院对传播范围的技术性认定，它不携带任何关于当事人是否尽力的信息。从只判了书面，推不出没争取，推不出力度不够，这2件事之间没有逻辑通道。这就像你看一张体检报告上写着建议观察，你不能反推这个医生不上心。这一点我想特别说给关注诚意的朋友听，判决书上那2个字读不出任何关于他这几年做了多少的信息，真正能读出来的是另外一条线。往前翻公开报道，诚意工作室早在好几年前就发过同类的维权声明，说明已协助法务部门调查取证，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所以2025年10月那次批量起诉不是起点，它是一条早就铺开的线上的一个节点。说回这个事，既然聊到了阶梯，我顺手把整个阶梯给你补全，因为大部分人只看到中间那一段。网络侵害名誉权，从轻到重是3级。民事这一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级是告诉裁处理，你不起诉就不动。行政这一级，公然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刑事这一级，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这一级有个明确的量化门槛，两高2013年那份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的司法解释里写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这个法条编号和数字我是记得比较牢的，因为这几年反复用到。但具体的司法解释条款序号我不敢打包票，
凭印象说啊，你们要引用的话，最好自己核一遍。诽谤罪原则上也是告诉才处理，也就是自诉。但有个例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转公诉。2020年杭州那起取快递女子被造谣的案子，就是自诉转公诉的标志性案例，当年讨论度非常高。它真正改变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是整个网络造谣行为的成本预期。那为什么诚毅这次走的是民事路径？因为门槛在那儿。民事路径的证明标准、启动成本、能达成的目的和刑事路径完全不同。选民事不是退而求其次，是这条路能把确权这件事做扎实，法院白纸黑字认定这是侵权，这个认定是后面所有事情的地基。好，现在我们聊今天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看完整份通报之后，让我想了最久的，其实不是判决，是公示。诚毅工作室在起诉的同时，对外公示了取证进度，10余个账号已完成取证。注意，只公示进度，不公示对方的身份信息。这个分寸后面我要专门说。我把这套做法叫做透明式威慑 Deterrence by Transparency。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安的，不是现成的学术术语。为什么它比闷声起诉管用？你想想看，一个人在网上发那种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在做一个什么运算？3个假设。假设1，查不到我，匿名感。我一个 ID， 头像是张风景照，谁知道我是谁？假设2，法不责众。这么多人都在说，凭什么抓我？假设3，过去就算了，我发完就删，或者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追究了。公示取证进度这个动作是同时打这3个假设的。打第一个，取证已完成，说明技术尚早就锁定了。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被告曾经以账号被多人登录为由试图撇清，最后还是按账号 UID 的唯一性认定了主体责任。这一条一出来，匿名幻觉直接塌。打第二个，批量起诉，不是抓典型，是一批一批推。人多这件事，在这套打法下不再是保护色，反而变成了工作量清单。打第三个，这个是最狠的，也是最少人知道的。民法典里明确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些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翻译一下，不存在熬过去就没事了这回事。所以你看，这3个假设一破，整个心理成本模型就重写了。再说一个更关键的角度，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一份判决，法律效力只给予本案被告，这叫特殊预防，管一个人。但公示是对着所有沉默的旁观者说的，那些还在观望的，正准备发的，手指头悬在发送键上面的人，他们不是本案当事人，判决管不到他们，但这条通报能被他们看到，这叫一般预防。而且这里面有个时间差，特别妙。判决是事后的，尘埃落定了才出来，而取证公示是在判决之前发生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号发出的那个时刻，潜在的侵权人手里还握着一个东西，删除键。这才是诚意这套打法真正的杠杆点。它不是为了惩罚更多人，它是为了让更多人不用被惩罚。说到底，最好的维权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打完第一场官司之后，第二场就不用打了。当然，我没拿到任何内部的策略考量，这个 level 的判断我给不了实锤。那么问题来了，这套打法有没有边界？有，而且这个边界正是它成立的原因。公示的是进度，不是身份，是10余个账号已完成取证，不是这些账号分别是谁。这一条要是越过去了，性质就全变了，那就从依法维权变成了网络审判，反过来自己要担责。同理，全程由律所出面通报，走的是程序语言，没有喊话，没有点名，没有动员任何人去哪儿评论区集合。这一点我觉得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是相当克制的一种选择。把裁判权交给法院，而不是交给谁的嗓门更大。我知道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要8个月？为什么不能快点？
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点都不神秘，它是流程本身的物理限制。证据要截图，要录屏，要做时间戳公证，这一步就是几周到几个月。被告身份隐匿，要通过平台调取信息，要做主体认定。立案之后还要排期。名誉权案件走完一审通常得几个月起步，复杂的还要拖，具体多久没有标准答案，跟案情、跟法院的案件量都有关系。诚毅这个案子从声明到判决8个月走完，说实话，在这类案子里不算慢。慢工出细活，这不是一步快棋，这是一步慢棋，但它走的是长远布局，是把地基一层一层夯实。真正的慢性病不在维权这一侧，是在那条低成本、高扩散、责任被人群稀释掉的传播链条上。那个才是治标不治本的老毛病，而且它不是靠某一个人打赢几场官司就能治好的。有律师就公开建议过，可以通过司法建议书这类方式来抬高震慑力。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个案维权再勤奋，也只是在填一个结构性的坑。不过话说回来，结构性的坑也是一铲一铲填出来的。所以回到最开始那4个数字，10日、10余个、6个、8个月，这4个数字凑在一起，其实讲的不是一个胜负故事。诚毅这个案子最后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份胜诉判决，是一套可以被别人抄作业的流程。一件本来只能靠嗓门解决的事，被搬进了一个需要证据、需要程序、需要时间的地方去解决。这个过程一点都不 chill， 它慢，它枯燥，它不上热搜的时候没人看，但它是有效的。最后我不喊口号，我给你留一个具体的动作，你去把民法典第1000条的原文找出来，2款加起来不到100个字，1分钟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回评论区告诉我一件事，相当这2个字你觉得应该怎么衡量？如果是你来定这把尺子，你会把哪一项的权重调高？我是真的想看你们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法学界到现在也没吵完。你们比我懂得多，我这算抛砖引玉。我们下期见。